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那么接下来这位朋友我超级喜欢，我觉得你肯定能打5星，是不是？那感受一下。那么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包可爱。能看着我吗？哎呀，能看着呀。我给你看我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让你们瞅一眼。我录节目呢，但是我先领你们参观一下这个屋子吧。从这里面走进去就去讲段子。这个屋我跟周奇墨我俩那个套个售了一会儿。这边你看，这赞助商看着了吗？这有赞助商，看我们的节目的名字了吗？看着了，好笑，不好笑。什么不是？它不是不好笑，你得连着念，你不能单念不好笑。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哎，我要上台了，先不聊了。加油，小哥！啊，加油！那么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包可爱。可爱吗？可爱可爱可爱！你们好，我是今天的第3个演员，叫包可爱，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演员现场，欢迎朋友们。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内蒙人，蒙古族啊。其实讲脱口秀对我来说有点难度啊，因为我以前的工作跟这种语言行业没什么关系啊。我以前是一名格斗运动员啊。这没什么。我以前是一名国家2级运动员。国家2级运动员啊，考试加分啊！我是蒙古族啊，考试也加分，他妈高考没考上。真的是个格斗运动员，但我发现其实练格斗并不是很适合我啊。退役之后就开始找工作，我找到人生中的第1份正式工作是送外卖。送外卖这份工作真的给我带来了好多烦恼，真的。外卖平台啊，在我们每次接单之前，总会让我们答一些题，但我觉得那个题真的太简单了，朋友们，就没有人会答错那种题，你知道吗？每天一上来都是，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看到客户的鞋很漂亮，直接穿走；B. 和客户发生争吵，直接动手打他；C. 饿了偷吃客户的外卖；D. 遵纪守法。就会有人答错这种题吗？不会呀。答案很简单，选 A 呀，直接穿上漂亮的鞋就走了。而且送外卖对我来说比较难的是什么？就是和客户电话沟通，跟有的客户电话沟通真的很困难，但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得给他们打电话，因为有好多客户那个地址啊定位不准确，我只能打电话来确认。但你知道吗？给有的客户打电话，你就感觉不是在给客户打电话，在给绑匪打电话。那送的也不是外卖，是赎金。哎哥你好，我到咱们小区了，咱家在哪栋楼啊？我在窗上看到你了。别动，转身。看到前面2单元了吗？我说看着了哥，走进去。我说进来了哥，再去3单元。我说有个3单元我也来到了哥，上9楼。把外卖放那个鞋箱上，我说放到了哥，每次都让吓死我了，你知道吗？这不是我最害怕的，我最害怕的是晚上送外卖。晚上我一个人骑电动车走夜路真的很吓人，你别看我是大小伙子练过格斗，一点用没有。晚上我一个人在那个阴暗的树林里面骑着电动车，骑着骑着后边人拍了我一下，我也不敢动接着骑，你知道吗？骑着骑着啪又拍了我一下，回头一看，是我箱子盖儿折过来了。我那盖装反了，你知道吗？我正常人家盖这么开，我那盖装完这么开，风一吹过来就拍我后背，骑着骑着啪，骑着骑着啪，我也不敢动啊。我老听别人说，人肩膀上有3把火，你一回头就灭一把。而且我送外卖，我主要就是晚上送，晚上点外卖的客户啊，他和白天的不一样。你白天你饿了就点个外卖就完事了，晚上不是，晚上就经过内心反复纠结的客户。
他琢磨呀，哎，不吃了，不吃了，减肥减，我没脸，就点了。所以这种客户他很着急，他饿，他着急呀。他急到什么程度？急到来不及等我敲门。他坐在家里的客厅，听我的脚步声，感觉我快到了，就突然就开门，你知道吗？你想想，我刚在外面啪啪被吓了2跳，然后拿着外卖心惊胆战的上楼，上着上突然，哦，我的外卖到了。大家都点外卖，我现在我也点外卖，但是我更在意那种外卖的那个好评跟差评，因为我送外卖，我真的见过有很多外卖那个餐厅吧，它不卫生，真的，我有遇到过一次，有一个客户点了个炒面，我就在那儿等那个炒面，我就看那个厨师炒着炒着呀，那个面炒出来一半，然后他用手抓了回去，我当时特别难受，我送那个外卖的一路上我都在想，我说如果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的客户，我很可能会因为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呢，把这个工作弄丢了。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他吧，我内心我也很过意不去，我特别难受，我就敲开客户的门，我说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你怎么才送来呀？怎么走这么慢？我说您趁着吃，趁着吃。送了一段时间外卖，我真的掌握了整个城市美食的分布，你知道，我是老吃家，谁家外卖好吃我太知道了。谁家甜品好喝我太明白了，他们吃我也跟着吃，吃来吃去，现在吃的我很胖，你知道吗？我现在胖到什么程度？我现在能听到自己打呼噜声，就我知道自己会打呼噜，但我从来没有听见过。那天我听见了，我在自己要睡不睡、半梦半醒的临界点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自己，我说什么声音？我把自己吵醒了。我挺害怕，我下载了一个睡眠监测软件，这个软件可以监测我整宿的睡眠质量。打开软件开始睡觉，第二天睡醒翻开软件一看，整宿的数据出来了，我整宿呼噜最高分贝77分贝，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我电动车喇叭66分贝。我滴了一整宿喇叭，整宿发生憋气35次。括号短暂失去呼吸。我说完了，这人不要没了吗？我说啊，赶紧减肥吧，办了一张健身卡去健身房减肥。但我到了健身房啊，我就发现其实健身房真的很不适合这种胖男孩减肥，你知道吗？真的，因为健身房那个地方没有胖子，你去健身房看那个地方一个胖子没有，只有我一个人是胖子。我说怎么了？我说大家是在家里练好了再办的健身卡吗？健身房不适合我。寻找一些别的减肥方式，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个减肥方式，食谱减肥法，7天饮食给你做规划。第1天饮食规划，夜断，夜断的意思你要喝一整天的饮品，渴了饿了喝饮品，我爱喝饮品，我那天喝了一整天奶昔。第2天水果自由，我爱吃水果。第2天我吃了一整天榴莲。第3天很重要，摄入蛋白质烤肉自由。我爱吃烤肉，我那天吃了一整天烤肉。第4天他让我吃蔬菜，我不爱吃蔬菜，我就换了个减肥法。还是食谱减肥法，也是7天饮食做规划。第1天饮食规划，摄入蛋白质烤肉自由。我说重新吃1天烤肉吧。第2天水果自由，我说再吃1顿水果吧。第3天很重要，他让我吃蔬菜。第3天他就让我吃蔬菜，我不爱吃蔬菜。2套减肥法胖了5斤。但我找到有一个比较好的减肥方式，不适合我，我可以推荐给你们，你们有就可以尝试一下舞蹈。舞蹈可燃脂了，我看着舞蹈那广告非常吸引我，什么1小时舞蹈燃烧600卡路里。我办了一张街舞的卡，到了舞蹈室。当我到了舞蹈室，发现其实街舞不适合我，因为那些跳街舞那男孩子吧，他们做的每个动作都非常的帅，但是他们可以面无表情去做，展露不出来自己的喜悦，显得那个人真的太冷酷了。我做不到，我在生活中就是那种小人得志那种人。我知道这个动作很帅，我掩饰不了自己的喜悦，所以我做那个动作
我就会显得很猥琐，你知道吗？他们做都是这样的，啪啪，我做是这样的，啪哦，我是挺帅的啊！朋友们，祝你玩得开心，我是包凯，拜拜，再见。怎么样？这个5星了吧？不这个错，真的不错，非常有观众缘儿那种感觉，可可爱爱的。我知道肥胖这件事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把它当玩笑开，但是它其实对于肥胖本身来说，真的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但凡能有恒心减，他也就减了，因为这事真的很难。但是我们衷心的祝愿包可爱能够瘦下来，起码是不打呼噜了，对吧？对，谢谢包可爱，谢谢。我非常喜欢包可爱，我觉得包可爱无论去哪一档那个脱口秀节目都是能晋级的人。好嘞，下一位也是我们的新人演员，他来自南京俱乐部，他是一位老板，有请孙悦。公布上场名单当时有什么感受？公布上场名单的那一瞬间是开心，因为我迫不及待要上台了。我其实入行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在国内，我是17年开始说脱口秀，跟我一起成为很好朋友的杨蒙恩、毛东、贾浩，他们都火了。我感觉有些人特质就是忘别人，比如说我脱口秀绿植。现在是时候让大家看到脱口秀绿植了，不需要很显眼，但是能让大家感到放松和愉悦。下一位新人演员，有请孙悦。大家好，我叫孙宇，来自南京，给大家分享一个近2年来有可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吧。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心肌梗塞，痊愈了，放心，痊愈了。吓一跳。也不能说痊愈吧，他现在打麻将不能胡太大，他听一个很大的牌，然后就在那边，哎呦，3家就开始防守，没有人敢点炮。因为他们不知道点炮之后是给钱还是给份子。那天下午，我突然接到我爸的电话，我有点意外。我跟我爸的关系基本是无话不说，没有话的时候不聊天，纯吵架。我爸他特别反感我说脱口秀，他认为你们说脱口秀就是家丑外扬。我说那是原生家庭的创伤。他说你们哪有那么多原生家庭创伤？你知道吗？我为了维持这个家，我做了多少事？我突然回想他这么多年，没有。我老子无为而治。然后吵到激烈的时候，他就会丢下一句话说：“你们在舞台上说脱口秀就是小丑。”我就急了，我说：“那你生活中就是老登。”他说：“那我就不跟你一起生活，我回农村，回老家一个人住。”但是全家人劝说你年龄大了，身体又特别差，一个人回农村，但凡有任何意外，没有人能照顾到你，全家人都反对，只有我妈的态度不一样。我妈说什么一个人，她初恋还在那个村呢。我一脸吃瓜，我满脑子想的就是嬛嬛、纯元、四阿哥，《甄嬛传》之乡村爱情。我都怀疑我爸都不是不喜欢我说脱口秀，他是不喜欢我。我是庶出。最后没办法，我父皇还是执意下野，拦不住。然后在那之后，我们就很少联系。所以这次突然给我打电话，我心里面就咯噔一下。电话一接，喂，你好，我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人民医院。我想行，不是初恋，是医院，还好。然后对面说：“你好，您的父亲现在心肌梗塞，需要立马手术。”他说：“作为家属，你要知道这个手术有一定风险，大约5%的死亡率。”朋友们，5%这个数字其实挺微妙的。我玩那种抽卡的游戏。5%啊，我知道大概率抽不到无所谓，但是抽我爸
我感觉是100%。我说这么高的概率吗？医生，他说你放心，这个呢是个数学统计上的结果。我说那主任您呢？他说1月份到6月份，一共126例，全部成功。他都不是骄傲，他是傲娇。哎，朋友们，但是我喜欢医生傲娇。我觉得医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必要低调或者谦虚的职业。我希望我以后遇到的此生的所有医生都是这种自信且傲娇的医生。从我手术室里面走出来，口罩一直在跟我说 “so easy”， 简单。他甚至可以拍着我的脸跟我说“去交费”。这是好医生，对吧？傲娇医生救活我，这是好医生。挂了电话之后，我立马带着我妈坐高铁到了冠宇县。下高铁的时候，手术已经做完了。我到了 ICU 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个初恋坐在床头照顾我爸。我那一瞬间，我都不知道怎么喊那个阿姨。我额娘，大清完了。我想了半天，就叫钱妈吧，叫钱妈。当时我妈坐在这儿，钱妈坐在这儿，我爸躺中间。你不知道是麻药劲没过，还是不敢醒啊？房间特别压抑，没有任何声音，只有心电图发出我爸心动的信号。我为了缓解尴尬，我看看我妈，看看我爸，我跟医生说：“哎，这个病死亡率就5%吗？”啊？开玩笑，没什么事，手术非常成功，然后2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出院了。然后办出院的时候，能看得出来我妈这么多天不开心，我爸也看出来我妈不开心了，所以他不敢出院。他跟医生商量，说要不再观察观察，万一有什么潜伏期什么的。我妈一听就来火了，什么潜伏期？只有原配，没有潜伏期。一气之下拿着资料就去办出院了，病房就我和我爸。我说，交代吧，什么情况？他说没有情况，你帮忙跟你妈解释。我说我怎么跟我妈说？他说你那个脱口秀加梗。我说说脱口秀的都是小丑。感谢我爸这个新梗，给了我一篇新梗。我脱口秀写过很多，脱口供第一次写。下面是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玉女士您好啊，我妈。经组织调查，嫌疑人孙某某于当天下午和老同学们在家打麻将，分别为上家张某、对家李某、下家钱妈某。据当事人交代，没有故意给下家点炮、洗牌摸手等违纪违法行为。心脏突然不适，均由清一色隆起队导致。随后被老同学们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并由清一色隆起队垫付医药费。原计划老同学们轮流看护，正好妻儿到达现场时，轮到钱妈照顾。以上事实清楚，证据凭良心。公诉人孙某某，调查人孙玉。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爸为了自证清白，他就愿意跟我一起回南京生活了。然后在家静养的那几天，我过去问他说：“现在谁是小丑啊？”他说：“是我，就是我。”谢谢大家，我孙玉。等看艺人。谢。你的段子听着很吓人，心肌梗塞。这个笑话写的溺死，就是这么。没事，我爸活过来了。
是，恭喜叔叔，恭喜叔叔！整个还是很精妙的。对，是我，你看这些其实他都对融合的非常好，非常好。嗯，谢谢。然后呢，我们这位兄弟孙玉老师，他是一个运动员哦。你们猜一猜他是干什么的？来，大家猜一猜。这个真的很难猜。这个比格斗还难猜。舞剑。啊，跳皮筋儿。体操。健美操。啊，有人猜出来了，健美操。健美操，健美操，我是国家1级竞技健美操国家1级运动员。真内鼓，哦，这我真内鼓。然后进了南京市专业队，然后拿了国家1级，拿了全国冠军之类的。那您是穿的特别穿的特别简单，紧身衣，就这种。哇！加了一个小位，很帅，很帅。因为这个决定是需要一个爱笑的阳光大男孩才能干的，对吧？展示一下。哎呦，真的是20年没有跳，所以已经放过。来一个！我觉得功底还在。来了，功底还在。哇！最近俱乐部可能还是有点困难的。刚才在地上还有那种把腿好折过来的动作，哦，对，柔韧性还是可以的，活泼呀。印象最深的就是音乐一响，脸上突然迸发出那种竞技的笑容。一个快乐的中年人。就是比赛的时候一定要阳光健康，充满力量，对吧？哦，这是扣分项，一定要笑，不然会扣分。哦，我从没见孙玉这么快乐过。我真的没有见过。回家爸爸看到就问你谁是小丑啊？是我，还是我啊！好嘞，希望下次演出更精彩了，谢谢你。谢谢。想要讲今天的稿件，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第一，我爸同意我说这一篇稿子，证明曾经有过这一段误会、玩笑，哈哈一笑就过去了。第二，他觉得在电视上面能看到儿子用他喜欢的方式能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我们俩的关系会有微妙的改变，用来纪念一段父子感情变更的节点，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今天谁的表现最出乎你的意料？谢谢涛那段实在就是。他是我心目中今天他那个跳健美操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心中要有这样一个人存在，我该活得多有动力，然后多么有活力，我好喜欢那段。那么下面这位朋友是今天的最后一位新人演员，他是第一次登上我们综艺舞台的新人演员，叫做大汉，有请。终于到我了，也等太久了。我们有注意到你在沙发上休息，第一次上场怎么做到这么松弛的？就是强装镇定，让大家看起来还蛮轻松的。但我其实悄悄的，我跟他们说我上厕所，然后我就出来背了一遍稿了。这能进去吗？有特点。说不紧张那肯定是假的，多背几遍稿，心里面就有点底了。毕竟也是第一次登台演出，强装镇定也是自己放松的办法。加油！就是想完美一点展示自己。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哎，谢谢，哎呀，终于让我上来了啊！他们聊了好久啊，这几个中年人啊。没有，开玩笑的。我叫大汉啊，我其实挺适合搞喜剧的。我还有一个身份啊，跟前面2个演员一样啊，运动员啊。又来了。哎呀，今天你们真好，还能挖得出来啊，还没看腻是吧？但不是健美操啊，孙玉那个我来不了的。哎，年近40高龄了，我没有那个信念感了，在这儿。没有，真的。我的项目比他好很多，是中国最好的项目。乒乓球。足球。哇！我踢了9年球啊，踢了9年球。我的足球启蒙是在一所足球学校里面，这个足球学校很特别，违规办学。来的人五花八门，最主要的是全是男的。哎，但男生在一起啊，总有人想当老大，你知道吗？总想分出个高下。我记得我刚入学第1天遇到个类似的情况，当时在午休，我睡在上铺，我是个县城来的孩子，我下铺呢是一个市中心的孩子，他可能有点优越感吧。我当时就是在上铺翻了个身，他就不开心了，站在地上说：“你给我下来！”就准备打我。我说：“怎么了？县城人翻个身，把你优越感震塌了？”那我又没在你身上翻，这么生气，我就知道这个架你必须要打了，不然永远受欺负，对吧？我就顺着那个楼梯往下爬，没爬2步我怂了，我又回去了，因为我害怕他趁我没有站稳的时候就开始打我，那我在这个球队就永远站不稳了。哎，人在害怕的时候啊，真的会不理智啊。我当时在上铺，直接往他身上跳，落地以后我卡住他脖子，我说：“我下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吗？”他还念念有词的，我想回家。这个午休就这么平静的过去了。下午训练的时候，等我到了训练场啊，所有队友都在传说我会武功，说会乌鸦坐飞机。我也只能默认了。他们甚至还在说不要惹我，因为不知道我是什么来头。我什么来头？我县城婆罗门。当时学校里欺负人的事还挺多的，我是觉得我还是要反击。我反击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给我妈打电话告状。当时我们学校唯一不往外打的电话是在校长室的门口，我正好打的时候，校长刚好出来，他就听见了。等我打完，他就问我，他说：“你被人欺负了？”你告诉你妈了？那我不管你了啊！告诉我妈了，你就不管我了？你是我爸呀！我爸真没管我呀，但教育局管了，违规办学，给他们取缔了。后来我就去了一个重点高中，他们成立了一个足球班，我就在那个班里面边踢球边上学。我当时去之前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我踢球去那儿呢一定很帅。一定吸引很多女孩的目光。没有人看我们，球场上什么光都有，就没有目光，都去看篮球了。真的，当时我就是什么心态了？我就是讨厌篮球，因为打篮球太帅了，太帅了，无缘无故的帅，随时随地的帅，没有球都可以帅。足球来不了的，朋友们，足球来不了的，我不可能走。你感觉赵四儿生气了，真的。太不帅了，大家都去看篮球，我真的很生气，我就气什么？气我们足球场太大了，大家都看不清，对吧？你看不清，当然就不看了。别说你们看不清了，裁判在场上都看不清。哎，我队友犯规了，把我罚下去了。
足球场真的太大了，它都不只是大，它通常用来形容大。故宫相当于100个足球场，航空母舰相当于3个足球场，一个足球场到底有多大？相当于1个足球场。太大了，那些女孩会看篮球的时候会给那些打篮球的男生送水吗？我觉得就是场地小方便。足球场你来送一下试试。等你跑过来，你已经累了，那个水自己喝了吧？这种情况就很尴尬，对吧？那我能怎么办？我只能说你那个瓶子还要吗？但是我在这个学校还是获得了一次出丑的那个耍帅的机会，耍帅的机会。校运会，学校安排我们3大球作为领队入场，我代表足球。C 位是一个篮球的哥们儿，旁边是个排球。哎呦，我们一入场，篮球哥们儿把球一转，那个胯下运球一做，那些女孩就开始尖叫了。哎，这个动作谁做谁帅的。我跟排球那哥们儿在旁边颠球。发癫在那儿，我一边颠还要看路，我不能把足球的路走歪了呀。排球那个哥们儿更惨，跟要饭一样。后来我也去打篮球。但唯一有个问题就是我的运动装备我只有足球鞋，我就穿着足球鞋去打篮球，在那个水泥地上啊，太滑了，我就打滑，我就在那一直一场打下来，我就膝盖就拉伤了。第2天教练问我怎么伤的，我又不敢讲，我说我足球鞋不行。帅不过，真的帅不过，朋友们，真的帅不过。不仅现实中帅不过，我觉得那些动画片的片名都帅不过他们。篮球叫灌篮高手，网球叫网球王子，足球小将。好的，小将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还要陪他成长版，甚至有个翻译版本叫足球小子，小子也太欠揍了，小子你别踢了，小子。没有异性缘，很少的有异性缘，对吧？我觉得周星驰是看透了这一点的，他拍一个足球题材的片名，直接就叫《少林足球》，直接绝缘，咱就不谈这个事儿了，知道吧？不过我还是真心希望足球能发展得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看足球。以后我们再拍一部片子，我们就叫《足球老子》。我离开足球已经很久了，现在在做脱口秀。我现在就想做好脱口秀。都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的心有多大呢？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谢谢大家，我是大汉，拜拜。哦，厉害厉害厉害，欢迎，厉害啊！大汉好棒啊，好棒！他好多奇怪的笑点呀。啊，很奇怪吧？足球场通常用来形容大，我觉得这个点好好笑。谢谢这位小子。我喜欢赵四儿那个，就是那个无缘无故踢球，他自个儿犯神经病。那个怎么样？这要是平星儿5星儿的话，4星儿3星儿。我这个真能给到5星儿，因为我嘴巴没合拢，我一直在笑，就是那种云贵川的节奏，非常喜欢。对。关键咱们大汉是怎么从运动员转到说脱口秀的？就说脱口秀还是帅，是吧？是这么来的吗？转过来的？没有，来讲脱口秀，其实是因为我女朋友。哦。因为我人生中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灰暗，工资也就2000多块钱，我就中途跟她分了一次手，因为我觉得我这种状态下跟她在一起就是非常耽误人家啊，有点对。然后他就给我提建议，他就说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做好，一定把我们生活过好啊！你平时也喜欢喜剧，你也挺好笑的，你也经常逗我笑，你要不去尝试一下脱口秀？我说脱口秀跟踢球跟什么都没有关系。他说脱口秀跟踢球怎么没有关系呢？都挺好笑的。来这个啊，还在出梗。关键重点是在于你演得这么好。那以后就感觉肯定如鱼得水了呀，肯定就是。
你不感觉今天气场全是你的吗？你每一个点都已经都非常准啊！是吗？谢谢大老师，谢谢大老师，谢谢。感谢你的表演，谢谢5星表演。大汉这次表现特别好，他在最后一个出场给我们说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尾。我觉得今天肯定是取得好彩的。今天在露宿街头，我就找观众，我就得去问问他们是因为啥，我到底喜欢啥呀？今天表现这么好，对吧？我觉得这次演出稳了，但是也得问问杨迪啊，还记得哪个梗吗？咱们看了很多好玩的这些笑话了。哇，梗太密了，对，太密了。首先就近的这个大汉，我肯定记得，然后突然跳健美操，我印象也非常深。那个表情，包括那个高铁，哎，对，还有高铁 BF。好多，对，你们都忘了最开始那个开车那大哥了吗？那个大哥也在呢，对，大哥走了，还在，要上夜班了啊，还在。那么，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谢谢各位了，各位现在就是行使你们权利的时候了，拿出你们手中笑发财了意见卡。如果您觉得今天晚上笑得很开心，值得肯定，就多多给我们的5分的评价。你们各个意见我们都会看的，希望我们的演出能让您满意了，谢谢各位。待会儿我们会接着在节目中去宣布结果。小鹿，你在思考什么呀？吉哥，我算是悟了，原来综艺感的秘诀就是反应力加接梗力加表情管理，缺一不可呀。这个公式对了是可以，但是得加油才对味。啊，加油那不成了人间尤物了？什么人间尤物？此油非彼油。我说的是长康100%纯芝麻油，纯芝麻压榨，一滴入魂，纯粹对味。哦，感受一下。好香啊！通了，一滴纯正对味，一顿接梗不累。今天一天下来，大家越来越默契了。我感觉今天也成功。我觉得今天大汉的表现让我挺意外。今天你感觉他每个梗抛的那个节奏都是一个很自然、很轻巧啊。3遍他那个段子挖的也非常细，一个高铁里的小事儿，丰富了那么多的故事，完了把整个话题都讲得非常丰满。包可爱，我印象最深的点就是他去送外卖的时候，很像那种街头的那种感觉。一个人把一个故事讲得非常有画面感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考验功力。感觉选手们渐入佳境，状态都很好。今天肯定不会露宿街头了，今天大家表现都非常好。首先，我们所有人要给我们自己掌声鼓励，太棒了！我们又是表现非常好的一期，每期我们都有固定环节要读一读好评跟差评了。先说一个好评吧，好评5星。杨迪，真的太全能了啊！我吗？竟然是第一次讲脱口秀吗？太稳了，太厉害了！顺嘴说一下，我也遇到过态度很差的老板，共鸣度拉满。迪哥讲的不仅好笑，而且解气，嘴替本替了。想看迪哥跳10000遍依赖摇，也支持。其实已经跳够10000遍了，已经版权都买过来了，因为跳太多，实在不好意思。哎，你教一下我们跳吧。你还要学舞啊？我真的累了。你没有听到那些舞蹈演员骂你吗？我聋了。那我也先念一个好评啊。这是好评吗？你看他打了5颗星，他前2个字差评。手都给我拍麻了，嗓子都给我笑哑了。标题党，把被别人欺负这个沉重的话题处理得这么好笑，太厉害了！不准说自己不帅，你最帅了，足球小子，加油！我这里也有一张5星好评。太燃了！最打动我的是感受到所有老师对脱口秀的认真态度把热爱融入到了自己的表演里，尤其是最近我对自己的就业挺迷茫的。高老师，看你们这么拼，感觉自己还能再冲一冲。谢谢你们用热爱撑起舞台，也顺便支撑了一下我。我要支持了，我爱他，我爱他。好评读完了，差评来了，这个真的很伤人。我要回避是说谁的呀？
说某个冠军啊台风有点奇怪，在台上一直左右摇头，好不容易坐中间了，就没看见过正脸，偷感很重，是不是斜视啊？谁？啊，他不是说的那个南京什么煎饼果超冠军吗？不一定，或者是周奇墨，周奇墨也是冠军，周奇墨都没上。这个是那个单立人杭州赛区的冠军。说的是谁呀？我吧，就是我讲脱口秀的时候应该左顾右盼。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说是不是有点斜视啊？你看一下我。这一点是有。我这拿到一个2星差评。楚哥，山东口音太重了，有些听不懂，节奏太慢，听得我都着急呀，我都猜到梗了。哎呦，骂的好狠呐！这个更狠，只有1颗星。之前在互联网上看过孙玉老师的 report， 今天看了线下，技巧太明显了，期待看见更多年轻面孔。说你老，说你有技巧，有脱口秀技巧。谢谢。不是，他在说他的啦啦队那些水平，体操技巧。现在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鱼头人送上最终结果。哎呦，你看，非得加那戏，可油了。孙玉。那咱们现在就要揭晓咱们的最终结果了。今晚会不会露宿街头呢？这次的好评率是85%。85%真的很开心，因为第一次嘛，就是想完美一点展示自己，感觉首秀是比较成功的。我这次上台比上次上台有了长足的进步，观众反馈特别好。我今天上台时候是有点紧张，观众评价其实也对，因为我确实语速太快了。下次上场我一定要用我最有底气的段子。今天整场的演出，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观众笑了，就是演员最开心的事。通过这一期，我们都能看着观众很善良，然后大家都很懂我们，我们玩的也都很开心。希望下一期能录得更好。更厉害的是，我们有一个重磅奖励今天我们几位这个主理人会根据全场表现评出2个 MVP， 他们能获得拍商务。哇！拍商务就能挣 money。谁愿意再拉拉票啊？我经常在竖屏出现，我也想在横屏里面出现一下。他的身高很适合拍横屏。我需要，大家今天也看得出来，我特别需要钱。我有儿有女，有俱乐部要养，我要给我的员工发工资。这样的我拿到之后，我约你专场。我就你施舍呀。我年纪最大，挣钱的时间也可能比大家少啊。我年轻，我要多赚点钱。我要做医美，我很关键这个东西。咱俩谁更需要做医美啊？你做不出来。现在由我们的小卢来宣布一下，这2位能够获得我们重磅奖励拍商务的 MVP 会是谁呢？获得商务拍摄名额的2位朋友是孙玉和大汉。谢谢你们！恭喜！这商务也是让我们拍上了，有人要羡慕哭了。哎呀，别评了，赶紧上词儿。
神奇的咸鱼道具脑洞，啥都能卖，超多有缘人在线等捡漏。来展示。翟佳明的嘴，带吐槽服务哦，卖掉了。那别浪费，赶紧把其他主理人的服务也挂上去，人脉赚起来。这脑洞很咸鱼啊！开放麦直接变咸鱼专场。走。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打开大麦 APP 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毅力镜来啦！欢迎来到不好笑就露宿街头。你是真正的单口大女主，你信了吗？大张伟，下个综艺准备上什么？我是歌手吗？翟佳宁，你拿了喜单第2季的冠军，你被记住了吗？周奇墨，你还撑得起天花板这个名号吗？我就很喜欢在我们广东那边去刮痧，那个师傅每次刮我的背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小伙子，你一下子就红了。”我有一个姐妹突然问我：“哎，我耳垂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胖胖的？”我说：“怎么了？是走在路上有人拜你吗？”夜爬泰山，啥都看不见，这跟戴个墨镜去爬楼梯有什么区别呢？我不仅没有高颅顶，我甚至也没有头包脸。头包脸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长了一张不能喝酒的脸吗？女主说：“我其实是你的杀父仇人。”我说不。伊老师是好希望这枪是真的呀。我能打他吗？差评来了，先读一个3星的，有点像吐槽笑啊，到后面稍微有点小油腻。我觉得观众真的很难揣测，人心莫测。多少呢？3、2、1。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露宿街头也要笑。这是我手上的卡片，这里面藏着今天要玩的东西。这个时候掏出我们的墨镜。太好，我是黑灯。想敷的话也可以买，看得出来用的心思，但不多。我从来不觉得有野心、有手段是件坏事，就当你是在夸我了。大家如果下单的话，我就找他要亲笔签名。后边你坐下吧。好吧，那我们还投票好吗？我们有奖励，也有惩罚。你别回来了吧，你就蹲在那边。后面都在捂鼻子。这下不用再讲的，真内部了，真内部了。我觉得我可能明天要罢录了。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每周6中午12点更新。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VIP 每周6、周日分天更新，非会员自周2、周3 12点免费观看。SVIP 用户每周日加享衍生、嘉宾精编、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每周1至周4不定时掉落笑街微博精彩花絮等你来看。不想去，不想去，没任何原因，朋友们都要去冷静。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想去再去，放心的做自己，朋友们依然会爱你。不去，时间留给自己，自由是最简单的道理。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会去，哪怕没有重要的事情。不去，谁劝我都不去，我也不会觉得对不起。谁爱去谁去，别再问我原因，有可能就只是不想去。我不去。大家好。不想去，不想去，没任何原因。朋友们都要去冷静，情绪稳定。不去，真的别太在意，勇敢拒绝很了不起。想去再去，放心的做自己，朋友们依然会爱你。不去，时间留给自己，自由是最简单的道理。
谁去？反正我不会去，哪怕没有重要的事情。不去，谁劝我都不去，我也不会觉得对不起。谁爱去谁去，别再问我原因，有可能就只是不想去。我不去。